大家好，我是阿斐，欢迎回到我的史前探索之旅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试着用考古数据、分子人类学，还有图腾符号，以及一些神话传说呢，去交叉对比，去推演那些被掩盖的历史脉络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。那距今7800年前的湖南高庙文化呢，除了出土带有八芒星、鸟纹还有兽面纹的白陶，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左右的一座奇怪的4人合葬墓。那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墓葬呢，有一男一女，旁边呢还有2个未成年人，很可能就是一家4口。那这种家庭合葬墓呢，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特色，但却出现在了南方啊，非常奇怪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奇怪的就是，他们的身高呢是明显高于当地人。墓中的男性身高呢是超过1.8米，女性呢也至少有1.7米。那当时湖南地区的普通人群的身高呢也就1.6米。那他们这个身高1.8米呢，放在6000年前呢是相当惊人的巨人体型。那其次呢，女性骨骼存在明显的砍断痕迹，整座墓葬呢是骨骼凌乱，而且很像是匆忙下葬的。还有墓坑也很狭小，跟他们的身高呢是很不匹配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陪葬品，这不像是一场体面的安葬。那考古报告上呢留下了几个字，可能是一场突发事件中同时死亡，这就不禁让人猜想啊，这背后是否暗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那在这座墓的另一边呢，则完全不同。M27墓里面呢是出土了象征军权和皇权的玉钺，旁边的 M26墓呢出土了玉皇。虽然呢人骨已经腐朽，但是凭借着这几个高等级的陪葬品呢，大概可以推测出墓主呢极有可能就是男女首领。那这同时也意味着，在6000年前的湖南高庙呢，可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，而这个过程呢，是伴随着冲突和沉重的代价。你看这里写到，男的身高1.8米，女的1.7米，好高，这是他们合葬的墓。而最耐人寻味的呢，是那个玉钺。那这个玉钺呢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考古报告里面并没有说明啊，只是说这是一块透闪石玉钺。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真玉。再看看它的制作工艺啊，显然也不是随手打磨的石器，而是经过专业加工的礼器。那再看看这件玉钺的形制啊，和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还有江苏松泽文化的玉钺呢非常接近。那这块代表权力的玉钺，会不会就是来自东方呢？那先是从7800年前的地层中呢，出土了代表神权的白陶，然后呢，在6000年前的地层中呢，又发现了代表王权的玉钺。同一个地方出土了最早的白陶，还有最早的玉钺啊，这也是太巧了吧！再加上墓葬人群特征的变化呢，这无不透露着一个信息：6000年前的这片土地上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，南北方呢，正通过一群神秘的巨人，悄声无息地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权力更迭。那么这群巨人究竟是谁呢？那看看这一家4口的体型，他们跟高庙下层遗址中出土的那种古华男人的体质啊是明显不同。那他们反而是更接近大汶口文化的那一群人的高大体格。他们会不会就是来自于大汶口呢？那补充说明一下，大汶口文化呢，其实就是在山东、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。那在考古学上呢，这一块地区呢是被称为海带地区。那巧的是呢，近年在山东大汶口呢，也是出土了一件6000年前的陶豆，上面竟然出现了和高庙白陶上几乎一致的八芒星图案。那我们不妨根据这种种南北交流的线索，试着做一次大胆的推演。6000年前，大汶口贵族第一次看到从神秘南方流传过来的白陶时，被震撼到了。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它还能闪闪发光，简直像神的圣物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贵族们开始猜想，在遥远的南方，会不会有一个神的国度呢？他们一边向往着，一边开始也用稚嫩的笔触，在陶罐上开始模仿刻下太阳、鸟、山的刻符。于是，当他们遭遇灾变或者是遇到战乱的时候呢，第一时间便是带上珍贵的玉钺、玉器
举家驾驶着独木舟，沿着长江向神的国度流亡。当顺着水系来到洞庭湖畔的时候呢，当地的汤加港土著呢，发现这群体型高大、面貌迥异的东方巨人船队，引发了巨大的恐慌。土著们开始驱赶，并且拼命地加宽壕沟，增强防御。那期间呢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一家4口呢，突然死在了高庙。他们被塞进和体型极不符合的土坑，而玉月和玉皇呢，则成为了其他首领的陪葬物。以上呢，属于我个人的推测。不过呢，巧合的是呢，在高庙附近的园林呢，也有一段真实的记载，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夸父逐日。高庙附近的园林县呢，至今仍有夸父村，还有夸父山。太平广记呢，清晰地记载了夸父山的故事。邓夸父与日竞走，至此煮饭。也就是说，当地传说呢，夸父逐日来到了这里，因饥渴而停下脚步，用3块巨石呢支起了大锅煮饭。最后呢，巨石化作了园林东面的3座大山。神话当然不能被当作历史，不过呢，神话呢也保留了遥远的集体记忆，往往呢隐藏着民间对事物的观察和看法。那么，民间在创作夸父逐日的时候，又在悄悄地传递什么讯息呢？那我们再来深入的探究一下。就在高庙文化淡出历史舞台之后呢，距今大概6000年前呢，洞庭湖北岸的常德，没错，又是常德，一个让尧帝和舜帝心心念念、经常搞禅让的地方。在这里呢，出现了中国已知最早的古城城头山。那与此同时呢，苏美尔的子民呢，也正在他们的第一座城埃里都城里面建造他们的神庙。第1纪路城的是桃源县。如果说最早的信仰是在高庙的话，那最早的城呢，就是在城头山。那城头山最早呢，是由汤加港人建立的，也就是把八芒星设计发挥到极点的那一群陶艺家。不过呢，当时城头山建起来的时候呢，制陶在这里已经不是这一群艺术家们的爱好了。这里开始有了制陶工业区，还有职业的制陶工人，也就是说呢，已经开始产业化了。那当时的白陶很可能就是通过这里顺着长江向各地传播，可以说呢，这里就是一个白陶贸易港。但是很快，这里的白陶快速衰落，取而代之的呢是红陶、黑陶、彩陶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是城头山遭他人觊觎，被攻占、被掠夺了？城头山已经悄然易主了吗？很不经意，突然间就经过一座城墙。那城墙和墓葬呢，或许能给我们答案。城头山的墓葬呢，和大汶口文化的非常像啊，大多是朝向东方。就连朝东的城墙呢，也建立起大型的祭坛。祭坛四周呢，还埋葬着数十具被献祭的躯之葬骸骨。他们平均身高呢，也就1.6米，没有任何陪葬品，有些甚至被反绑着双手，身手分离。哎，填回去了，但它那还有骨头，看。而这座城的中心呢，就是首领的墓葬，它的墓坑底呢铺满了珍贵的朱砂，随葬品呢也是极其的奢华，有30多件呢磨光的红陶，还有一件极其罕见的橙黄薄胎黑彩单耳杯，脖子下面还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佩戴着玉环，身旁呢还有玉珏，墓葬的东北和西北角呢还各有一位殉葬者，在他的身边甚至还有一个小孩的头颅。那最令人震撼的呢，是这位首领的身高高达1.75米。那放在今天呢，或许不算是什么，但是放在6000年前的洞庭湖平原呢，当周围的人身高只有1.6米的时候，那他简直就是一个巨人。但他的海量陪葬品当中呢，唯独缺失了一件东西，也就是玉钺，取而代之的呢，是他手中紧握的小陶鼎。那难道他本应该握的那个玉钺，就是流落到高庙的那一把吗？很快，考古学家又有意外发现，就是在城墙的第1期和第2期之间呢，竟然埋葬着一个身高1.75米的男子。他就像高庙的巨人家庭一样，
被窝在一个难以容下它高大体型的葫芦形土坑里，没有任何的陪葬品，感觉同样是匆匆的下葬，而且推测是一位身份显赫的人物。他被当作人祭埋葬在了城墙之中。还有在祭坛旁边的墓葬呢，墓主人身高同样是1.7米左右，身边呢还埋葬着牛的下颌骨和鹿的牙齿。考古学家推测呢，他很可能是一位巫师。贵族墓葬的主人呢，大多是1.7米以上，和矮小的华南人呢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也就是说呢，当时的城头山呢是被巨人王族统治着。即使巨人们掌控着城头山，那空气里依然弥漫着对战争的极度恐慌。城头山人呢，不仅挖出了中国最早的护城河，还发明了一种石哨，就是用来吹响敌情警报的。更疯狂的呢，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加高城墙，直到距今4800年前最后一次加固。居住在城头山的2000年里，这些高大的首领们为了守住自己的王权，始终处在备战状态。他们控制祭祀，控制制陶，一次次的加高城墙，一次次的扩建壕沟，仿佛只要城墙再高一点，王权就能永远存在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没有任何一座城墙能够阻止权力的更替，也没有任何一位王者呢能够永远的占有太阳。城头山如此，2000年后的王朝如此，今天依然如此。那很多年后啊，那些来自远方的首领早已经死去，玉月呢埋入了黄土，城墙化作废墟，只有故事留了下来。于是老人们开始向孩子讲述一个传说，有一个巨人拼命地追逐天上的太阳。或许他们心里明白，夸父追逐的从来不是太阳，而是权力。太阳只是权力的另一个名字，而夸父最终的死亡，也许正是在提醒后人，当一个人穷尽一生追逐权力时，他往往会失去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。这或许才是夸父逐日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事。我是阿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